九河下少天津卫，3道浮桥2道关，靠水吃饭的人多，死在水里的人也多。靠水吃水，吃水就得净水。在天津老百姓心里，要说分量最重的大事儿，得数这1年1度的拜河大典。咱这报道从哪写起啊？京城水性好的都来了，只要能抓到王八，就能拜在老河神门下。每年不都是他自己徒弟郭德有赢吗？还有什么可比的？所以今年不准他参加了。队长不在，他们五河捞尸队里的其他人，兴许还有点机会。兰姐，小秘书长专门跟社里的人打过招呼，让您别上码头凑热闹，这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。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你想走就走吧，这篇报道我负责。捞着了，铁牛。捞着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让大伙先散了。哎，为啥呀？都散了啊！散了，散了。回去吧。怎么了这是啊？我捞到漂子了。
水猴子啊，就是个死孩子。现在这世道艰险，活着是遭罪，死了倒享福。铁牛啊，赶快找2个人把孩子练回去吧，别让他毁了咱们今天的好日子。我不杀人了。打嘴！玄武大神是保护咱们一方平安的，那河神怎么可能会杀这个孩子啊？我不是说这个孩子，下面还有个大的。大姐出事了，孤儿哥！哎呦，孤儿哥，铁牛他们捞王八捞到一个死孩子，说下面还有一个大的。孤儿哥，孤儿哥，大家伙儿都在码头上等你呢。警察都过去了，孤儿哥。孤儿哥，郭老二，郭了呀！捣什么乱啊！你昨天上哪儿去了？没看到我在练闭气吗？啊，我练功的时候你呢？哎，你昨天上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桶可是老郭师傅传给我的，你给我踢坏了，以后我拿什么泡药，拿什么练功啊？你衣服上有4种胭脂味，都不是便宜货。玩得够开的呀，小河神。跟我说说，都是谁家的小姐啊？你是我谁啊？我爱干嘛干嘛去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行，我把衣服给烧了去。哎，丁家大少爷，谁？丁卯，漕运商会会长丁一秋的独苗。少爷，你走了没几天，商会上上下下全乱了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整个天津城都在找他，漕运商会都快疯了。你给找着了啊？河里捞上来的，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，所以请我吃了顿好的。吃饭吃出一身脂粉气。那个酒楼环境好吗？哪儿啊？哪儿？就是哪儿？藏翠楼。藏翠楼是吃饭的地方吗？也能吃饭啊。郭德纲。你这狗脾气还真是随了你那神婆老娘啊！哎，你们不是应该在河边倒腾那只王八吗？河里有死人。咋咋呼呼的，没见过漂子吗？队里其他人不都在呢吗？捞上了没有？捞不上来，让我来请你。捞不上来？
哎，爷，您早。哦，你走。您慢走。爷，您歇息好没？没歇息好的话，回屋再睡会儿；歇息好的话，麻烦您把这账给结结。什么账？您朋友在福祥居叫的那桌酒席，可是我们给垫付的。我朋友，你认识吗？小河神谁不知道呀？郭德友啊。哪儿能找到他呀？行了，您就别翻了，签个字儿。到时候呀，我们自然会有人上您家里向您结亲的。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？漕运商会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开什么窑子呀？开什么？窑子呀！这会儿正拜河大典呢，小河神一定在那忙活。446大。哎呀，吃喝嫖都是赔，唯有赌博有来回。承让啊！行。都说郭爷挺有赌运的，久赌必输，寻个乐嘛。这样，咱们两个玩一把，我赢了，受累，你帮我找个人。您胡大总管不至于吧？漕运商会还用得着别人帮忙？可这商会里的大少爷不见了，搁谁心里不发慌啊？这要是在天津地面上，漕运商会有的是辙，可这是在水里，只能仰仗您郭爷了。身子寒，下不了水。你徒弟呢？小河神，我得有。于四，辛苦费是不会亏待您的。捞尸队是干嘛的？你不知道，专捞死人，要是活人，可不止这个数。您这话的意思是，知道他还活着？少抽烟，伤身。快走，快走！老板，看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小飞龙，睡觉造饭，快点！要么捞生就是个死胎，要么就是生下来实在养不起，最多呀，也就是个见不得光的种。小大小姐，您就别报了。拜河大典这么要紧的日子，咱就别给老百姓添堵了，好吗？我们报社无非是监督，真正要给他们交代的是你们警局。报喜不报忧，我心里也不踏实啊，副队长。再说了，我也是老百姓啊。小大小姐，您还敢说您自己是老百姓？哟，三爷来了。小姐，秘书长请你回去，码头太乱。回去跟我爸说，王八没有抓上来，我的工作就没有结束。秘书长说午饭前必须得回去。小河神来了！小河神来了！承让啊！承让，一会儿去哪儿吃？朱老三，有功夫看热闹，没时间陪你妈看病是吧？不是，没有。哎，帽子不错。还让我低头是吧？小河神，来，过去。郭爷，这水你不能下。本来咱们想用河神镇河妖，结果这河神变河妖，杀人了。怂！哎，真不能下。河里有漂子就有咱捞尸队的活，按数结账，少挡我财路啊！不好意思，不是呢。哎，没看到警戒线吗？哎，我小河神朋友，我还是老河神当爹的，给我回去。
站住！你站住！这里不能出去！我认识他，我出去，这里不能进。你见我什么时候用过这个？这回他不一样，你要下刑必须得进。给我解了，有事儿。你不用这个，我不让你下。快点儿！要不要钱？到底要不要钱呐？没事，人给我轰走。我是丁某。谁？丁某。漕运商会丁一秋儿子。丁大少爷，哎呦，我的亲祖宗啊！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到处找您呢。哎，郭连友，你给我过来！郭连友，谁呀？就是我朋友。你看都瘦成什么样了？不过没关系啊，只要没事就好。赶紧通知漕运商会，就是我们警局替他们找到了丁大少爷，知不知道？啊，我找郭连友有事。哎，你慢点儿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你站住！还是。我们警队啊，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丁少爷的，没眼力劲儿的，是。郭师傅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回来就好。郭二哥，哎，行，干嘛呢？好了，哎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去那种地方？铁牛，把人捞上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敢告诉别人我，请节。会长，李四，快，警察，快去警察！老家，快点，你快点！我跟我徒弟一块儿走。走。哎，好，辛苦了。别看了。走吧。先把衣服穿上，走。夏小姐，哎，别再难为父母了。三爷，请吧。走吧，小姐。把人都给我请走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这底下有尊玄武像，以前从来没见过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沉下去的。人就绑在上面，绑得特别紧，沉得也很深，所以铁牛他们自然也捞不上来。那你怎么捞得上来？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
我爸被绑在那么深的地方，你刚才足足在水里待了有5分钟，加上你下潜松绑这些运动带来的含氧量消耗，还有水压对你造成的影响，正常人无法完成，这不科学。丁少爷什么意思？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下水捞人，吃的就是这碗饭，打小练的就是这门本事，是不是正常人我不知道，起码是本分人。你昨天把我救上来，今天又把我爸捞上来，怎么就这么巧？你想对我干什么？你想对我们曹运商会干什么？难怪师傅只教我捞死人，因为在这个世道上，捞活人不如捞条狗。少爷，少爷，你要干什么？郭德友一定有嫌疑。我要验尸。少爷，别闹！别闹了！你爸让你管理商会，你不乐意，你要学什么洋务做，也由着你。你能不能守点规矩啊？今天你一定要动你爸。行，你先把我给划了。二位，现在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处理丁会长后事的时候，不是你们俩在这掐架的时候。丁少爷，您说大庭广众之下，当着这么多人，您做儿子的要拿刀划自己的亲爹，是不是有点大逆不道啊？要是不开刀，我怎么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你告诉我。哎呀，您回国不久，有所不知，这个九河下梢天津卫3道浮桥2道关，凡是跟这水沾上关系的，没有咱老河神断不了的。尤其是老郭师傅的这手点烟边冤，知道的不少，可真见过的没几个。父母见过。你们这儿忙着，我走了。哎，老和三，您就别推脱了。您要走了，这事儿不就撂这儿了吗？我把话说在前头，我变出来的东西，未必是大伙儿想要知道的。我先上去，变得了您喊我。不用，远点就行。哦。我这徒弟身子骨弱，闻不得烟。心中有怨，还魂戒烟，脱离水底，糟蹋黄泉。郭爷，怎么样？这是神灵的道，妖魔的冤。究竟是什么道，什么冤？郭爷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们更糊涂了。神鬼莫测，时机未到啊！哎，郭师傅，哎，郭师傅，哎呀，郭师傅，您别着急走啊，您给我个准话呀！这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2位河神。这烟也点了，冤到底变没变出来呀？啊！别再叫河神了，受不起。哎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，师傅？那2个漂子一看就有问题啊！
我知道您肯定变出来了，但您今儿怎么不说呢？今天曹玉那俩管事儿的一死一活，您都认识吧？天津卫就这么大，同乘过一条船，不奇怪。这俩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说，您总得有个说法吧？说得清的是理儿，道不明的是情。您卖关子不要紧，别人该嘀咕了。都说这老河神也不灵了，往后别管自己叫河神，别人叫也不能答应。乡亲们叫咱河神，那是捧咱。文圣人孔子，武圣人关羽，他们也都是凡胎肉体，是人，不是神。咱们就是混口五谷杂粮的苦力，叫河神折寿。师傅，您没事儿吧？打今儿从码头回来就一直不对劲儿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心中有怨，还魂戒烟，破离水底，糟蹋黄泉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放这儿吧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想跟我爸单独待会儿。是。我是你父亲。你是你的手底下100号人、1000号人的父亲。我就是我，我不是你的千分之一。我不是来跟你征求什么意见的，在纸上签个字，继任仪式上露个面，其他的事胡总管都会帮你安排好，你就安心的当你的会长。你手底下有那么多能用之人，为什么非得我当这个会长？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你当初安排我去德意志学贸易，可我学的是法医呀。我丁某对这个漕运商会没有信心，也没有兴趣。漕运商会以后没有你的地儿。好啊，滚！胡总管好。胡总管。胡总管，
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等你小子回来了，先把你绑了，他要抽掉你一层皮。自打通了铁路，漕运就难做了。官面要收税，洋人要插手。我劝过你吧，累了一辈子，该歇歇了。他跟我说，他歇了，码头上的兄弟们怎么办？海河的百姓怎么办？可现在，他真的歇了，一歇就起不来了。他歇得不甘心，走得不体面，在河里泡了那么长时间，遭罪呀！你是没跟老郭师傅学到本事吗？和尚说的事儿这么邪门，郭伯伯到底变出什么来了？你们是故意不说的吗？说是点烟变冤，可大家伙都把这个当成断案了呀。哎，点烟变冤是不是不灵了呀？你不是干张天师贴符的吗？你问我灵不灵？你说灵，自然就灵喽。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啊！不说别的，单说昨天的拜河大典，增福天寿，安抚江泽，保一方太平。这种事情你既然还敢质疑，还有没有敬畏之心了？有没有保太平我不知道，只是每年河里死那么多人，还要我们捞尸队给擦屁股。好，要不是我们办拜河大典，谁给你们请河神捉河妖？你们上哪儿去选人组成捞尸队？你请的那只王八跟疯了似的游那么快，你是存心不想让人捞是吧？那是请的河神，当然游得快啦。你要是不给他打顿水针，他能游那么快吗？哼，凭什么拜河大典不让你参加呀？年年营怎么了？说明他们没本事啊！想要抓住河神，想都别想。再说了，郭师傅只能有你一个徒弟，如果真让他们给抓着了，还真能拜在郭师傅门下，给你当师弟不成？哎，你干嘛去？丫鬟送早点，发现没在屋里，就差了2个人到处去找，找了1天也没有消息，这才着急，就赶紧报了警察，到处搜。再后来就是这个拜河大典了。胡总管，哎，来，放这儿。哎，好，得嘞，赶紧的。行了，走吧。啊，好。灵前飞烟雨，眼前蚂蚁速，查完噩耗赶肠断啊！你们认识啊？那一年我们一家3口出海打鱼，遭遇风浪，险些丧命啊！刚好漕运的商船经过，丁会长下令将我们一家3口救起。丁会长，好人呐！这位小哥，能不能让我跟丁会长单独待一会儿呢？我想好好感谢一下他对我们一家的救命之恩呢。长话短说吧，啊！没事，你把门带上啊！谢谢。来，你们2个把门带上。
哥，就你这身子骨，郭伯伯根本就不会让你碰烟的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已经学会点烟变冤了。二哥，你怎么了？郭二哥，二哥！上回书说到，漕运少爷丁卯与其父怄气，投河落水，被小河神郭德友救起。哪成想拜河大典沉尸2具，小的是一绿毛死婴，大的正是丁卯之父丁义秋。丁卯认定小河神郭德友是其杀父元凶，老河神郭纯在码头施展点烟变冤绝技，一时间悲风惨惨，鹤雾满满，到了却是故弄玄虚，没了下文。这让徒弟郭德友心存疑虑，潜入漕运商会，不顾体质虚弱，点烟变冤，晕倒当场，恰被丁卯发现，这才引出来日闯警察局，夜探龙王庙，丁警探蛰伏要拜师老河神。快点，郭二哥，要不然一会儿你师傅和我娘就醒了。干嘛啊，顾瑶？那你大哥试试。我大哥又不是飘子，都是有魂有魄又说不了话，怎么不行啊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学会点烟变冤了吗？难道是吹牛？戒烟还魂，还魂戒烟。
纸人纸马也是花钱买来的，烧了辣眼睛，呛嗓子，还有火灾隐患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人死了，总得烧送一程啊，要不然你爸走得冷清。人死了之后都变成无机物了，烧再多，死人也收不到。其实这些纸人纸马还真不是烧给死人的，是活人烧给自己的。只有烧了，这心里才有个念想，才是个寄托。你俩胆子挺大呀！啊，敢来漕运商会行凶？行凶？明明是你对我郭二哥先下手的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他不是在河里淹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爹，他是死在海里的，先被人绑在玄武铜像上面，然后丢在了海里，最后连人带铜像，一路拖到了被我发现的地方。一，你没有亲历犯罪现场；二，你没有资料进行佐证；三，你没有经过专业的尸体解剖分析，你张口就能说出这么明确的死因。除了凶手，我不相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。说出明确的死因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说对了？我已经验过尸了。你还真在自己亲爹身上下刀子啊？说吧，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你吃过紫菜吗？什么？紫菜是一种水草，颜色有点发红。天津卫的老百姓最爱做的就是紫菜蛋花汤。在三不管那边，有一家包子铺，紧挨着瑞丰祥绸缎庄，他们家的紫菜蛋花汤配着包子，那叫一个绝，吃过的都得竖大拇指。话说回来，你见过哪个河里长紫菜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这水里也有水里的规矩道理，红不入河，黄不下海。我在你爹的口鼻之内发现了细微的红色水藻残留，所以你爹是死在海里的，而不是死在我们把他捞起来的地方。你爹手腕上被铁锁勒过的痕迹很深，不像是被人带到那里，然后再入水绑在玄武铜像上，而是连人带玄武一起拴在船的船底，一路拖到了那个地方。但是想要调动那么重的货船还不让人知道，那一定得是在夜里。说的越细致，你的嫌疑就越大。在这天津城能调动那么大的船，你猜有几家？就你们漕运商会一家。漕运商会20吨以上的大船，一共有几艘？你问这大船干什么？我爸失踪的那几天夜里，有没有这种船出过港？这么大的船出港不会选择夜晚，视线不好，容易出问题呀。你确定吗？啊，这是商会船只出港记录，你自己看吧。少爷，我知道你心急，这种事情还是交给警察去做吧。
哟，这不是丁少爷吗？这不是，这不是丁少爷吗？这不是。我爸的案子什么时候破？这个您尽管放心，我们警局所有的警力正在全力以赴、夜以继日的侦破此案，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了。你下面总共有37名警员，而你手上目前有9桩要案被警察厅限时侦破，你分配了26个人在这些案件上面，事关饭碗，想必他们疲于奔命，分身乏术。另外有3人告假，警局规定每科必须有2名警员值守。这么看来，你手上可用之人，算上你自己，只有7个人吧？都在外面了。你们没有第一时间去现场调查、搜集线索。而是在这警局里无所事事。你刚才所说的全力以赴，我表示很怀疑啊。哎呀，都说漕运商会的丁大少爷年少有为，颇有当年丁会长的风范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。你坐在这个位子上，你就要把这个案子给我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啊，那我就不跟丁少爷兜圈子了。如果丁少爷信不过我们警察，我建议啊，丁少爷可以自己试试看。我？丁少爷在德意志学的是法医，想必对断案也了解一些手法。像丁少爷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警局是打着灯笼都请不来呀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警局现在那些不要紧的人太多了，急需像丁少爷这样有才华、有知识、有能力的人来给做个样子。不然的话，丁少爷您就算是逼死傅某，我也只能回答您尽力2个字。你让我怎么查呀？特别警探。特事特办嘛，特别警探，我给你一个身份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但是你这个身份仅限于侦查此案，没有薪饷，没有赔偿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戴运涛，带丁少爷去办一张临时警察证啊，及时生效。好嘞，丁大少，走吧。队长，你说您怎么招来个少爷跟您抢饭碗呢？你这猪脑子能不能要点紧呢？啊，他自己的老子自己担待着，这样报社的注意力就自然会从咱们警局移开，去关注他们漕运商会的家务事儿。啊，留洋归来的大少爷亲自接手杀父之案，我要是报社社长，高兴坏喽。你跟这瞎忙活什么呢？那个死孩子刚练过来，要么就赶紧去拾掇拾掇啊，要么就过来帮忙。这不是被那个疯丫头给弄坏了吗？您亲传给我的，不修好怎么行？哟，哎呀，你不用专门来道歉，我这个人不记仇的。你要是内疚啊，就请我们爷俩吃顿好的。我现在要审讯你，你如果不配合的话，我只能把你带回去了。你带一个试试。真当我不在这儿啊？丁大少，外国我没去过，但听说办事规矩，县太爷办案居然还可以反驳的，有什么证物还一一当堂检验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今天拿这东西来逮我，逮着了你又能怎么样？我跟你说过我不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，你不信？好啊，
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杀害你父亲的人就是我。证据呢？啊？丁大少爷，金批彩挂，平团吊柳，冠冕有冠冕的道理，江湖有江湖的讲究。你爹死在水里，这案子确实有蹊跷。可靠着水吃码头饭的人，可不止他郭德有一个。你就打算拿着你这张纸，挨家挨户的提审呐？你摸得着门，找得着道吗？嗯，有一个人呐，不会说谎，他的话，你大概能信。谁呀？那个死孩子。我要查的是我爸的案子，跟那个孩子有什么关系？师在同处，福在同日，解开其一，便知其二。慢着，好好的一具尸体，苦主来了，看见被你拆得七零八落，我怎么交代？那怎么办？拿着，拿着，不准碰，不准闻，只能看。杨武做没了手术刀，跟这儿起什么哄啊？学法医的第一步就是观察，这点我比你清楚。哟，那你要不要赌一把呀？赌什么呀？一顿泰丰楼。好啊，请。干什么？忌讳。忌讳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呀？番禺啊，水里的买卖，这就是忌讳、迷信。老话说的未必都有依据，但办起事来，总有它的道理。凡是和水打交道的，都有番禺的忌讳。这个孩子的身体强壮，说明他妈在怀他的时候伙食不错，8成是富贵人家的。富贵人家怎么能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啊？越是大富大贵，这龌龊的事儿就越不会少。身为漕运商会的大少爷，这种事情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我觉得吧，这个孩子他就是淹死的。我们是捞尸的，成天见漂子，这人是不是淹死的，打眼一看就能判个8、9不离10，这是印在脑子里的东西。但是印在脑子里的东西，未必是全对的。我认为，这个孩子不是淹死的。一般大户人家，孩子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，不会轻易放弃，毕竟要延续血脉，所以，他一定是贫困人家的孩子。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哎，师傅，这顿饭可是赌注啊！早知道我就不点这么多东西了。您总得给个准话吧？我们俩到底谁说对？不管你们俩谁输谁赢，这顿饭我总能吃吧？还跟着干嘛呀，大少爷？这顿饭算是我请郭师傅吃的，不代表我认输了。今天必须有个定论，咱们进去再验一。回去吧，小少爷，家大人该着急了。丁某，抓把树叶放在那儿。啊，去吧。哦。把屋里的油灯拿来。嗯。堆高一点。哦。把那油撒匀了。往那边也撒一点。好，好了。把厨房西边柜子里的黄豆拿来。哎，师傅。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夜里走道，留神。
人啊！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拿着。讲究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出声是偷，出了声便是抢，这屁股都摔开花了，还一声不吭。虽然不是为了钱财，但这贼还挺讲贼道上的规矩。我才不管什么规矩，他为什么要偷一个死婴啊？我说过，你得问问这死孩子。郭师傅，我要拜师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是有一个优点的，就是逗，特别的逗。丁少爷，蛇鼠有道，我们这行怕是不适合你。我今天见到了什么叫做山外有山，单凭我在国外学的东西就想查清我爸的案子，以后在天津卫，恐怕我丁某会变成一个笑话。还望师傅成全。你现在就是一个笑话，知道师傅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徒弟吗？天赋、心性、人品、道行，那都是缺一不可的。这些条件我不比你差。少年郎，戒骄戒躁，先光着膀子找个瀑布冲2天再来吧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学好的。那拜师费呢？多少？现大洋1000。可以。太峰楼的家宴连摆3天。没问题。学徒10年，这期间只能效力于师傅，死走逃亡是你的造化，跟师傅无关。3节2寿还得另有表示。还有别的吗？我说少爷，你能别闹了吗？啊，赶紧回去洗洗睡了，行不行？没有别的，我磕头了。慢着，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规矩。对啊，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来，放那儿啊！来，动作麻利点啊！承蒙师傅照顾。你喊谁师傅呢？河神啊！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谁能抓住王八，谁就能拜老河神为师。这规矩不能变吧？哎，不是。那你这是在干嘛？搬得近点儿，好学手艺啊！你学什么手艺啊？再说了，谁知道这只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去找那2个神婆去验啊！来，放这儿。哎，慢点。少年郎，做人做事首当其冲讲究一个信字，咱不要误入歧途。哪里来的，赶紧回哪里去吧。哎。那间屋子是干嘛的？住人的。谢谢。王二老板。哎，你给我放下！这是我家，给我放下！哦，放。哎，轻点。师傅，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，您试试。不是，我看您经常弯腰捶背啊，肯定是坐的椅子不合适。这么金贵的东西，我哪承受得起呀？师傅，您先坐着啊。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是吧你？这儿有啊，快点。来了，送给师哥。谁是你师哥？师哥平日里懒散怠慢，没有时间观念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德国制造的时钟。送钟，我们共勉，一起进步。来了，还搬是吧？还搬是吧？给我停下！
师傅您快坐。你是带了多少厨子过来啊？嘿嘿，师傅，这是洪胜元的扒肘子，登营楼的醋鲤鱼。听说师傅爱吃，所以特意给您准备的。这其他菜啊，这都是我自己做的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行行都有自己的规矩。你懂规矩吗你？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坐在什么地方吗？你往后看看，你坐在灶王爷的正前面，他老人家的面前你也敢坐？师傅每次坐的时候还稍微偏一点，你这叫大不敬。封建，这叫做规矩。灶王爷是咱们的一家之主，赏咱们饭吃的，这就是规矩。你以为你又送礼又请客，我就得念你的好了？出了这个门，你还是你们丁家的大少爷，爱干嘛干嘛去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刚死了亲爹，就跑到别人家嬉皮笑脸的认爹，如果不是另有所图，那你这就叫大不孝。第一，我昨天晚上既是目击者，又是办案人员，我完全有理由住在这里查案。第二，你们捞尸队属于警局的编外人员，我现在是特别警探，论级别，我是你的上司。第三，关于我父亲的死，你还没有完全脱离干系，我完全可以带走你去审讯。这2天我是有点冲动，可是今天我一直客客气气、规规矩矩。你郭德友说我2句，我忍了。你真以为我丁卯就这么好欺负是吗？你还来劲了是吧？今天郭爷这个师傅我是拜定了。师傅这俩字是你叫的吗？你郭德友说了不算。我的规矩是，吃饭的时候，谁都不许说话。吃饭。你们俩先跟我说说，想怎么查？那天那个人是来干嘛的？是来偷尸体的。那么什么人需要偷尸体呢？为什么要偷这个孩子？现在看来，我们要想查出真相，最便捷的方法，就是要查出这婴儿到底是什么身份。这真要是苦主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走进来，而非要偷这个孩子？既然有人想要这孩子的尸身，又不出面认领，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，那就是这孩子是一个私生子，身份不能曝光，所以只能上房梁偷孩子。经验主义，毫无根据。那你就按你所说的1、2、3慢慢查吧。失踪人口，尤其是婴儿和孩子的，警局有警局的规定。丁探员要是为了办案就破坏规矩的话，让手下的人怎么看待我这个当队长的呀？啊，丁探员，除了这件事情，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向我汇报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就出去吧。啊，您养宠物吗？养活我那一大家子就不容易了，还养嘛宠物啊？那个房间是干嘛的？队长嘛，身居要职，经常办起案来就没时没晌的，在局里有个休息的地方，方便啊。副队长跟您的夫人一定很恩爱吧？您说吗？我看到那些杯子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可它又不可能是副队长的，因为上面有没擦掉的口红。我刚才还看见啊，椅子上有动物的毛，可副队长说你不养宠物，那么就应该是裘皮大衣上的。副队长办公的时候又不可能穿裘皮大衣，而且能坐这把椅子的，一定是跟您非常亲近的人，所以我想，一定就是嫂夫人了吧？哈哈，对，没错。可是副队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妈，这嫂夫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吧？嗨，
虔不虔诚的，心里有个念想啊，是吧？我看着照片啊，夫人清新素雅，落落大方。过奖啊！但是这虔诚的佛教徒，为什么会穿杀生而来的裘皮大衣呢？而且，这洗都洗不掉的口红印，跟夫人朴素的气质很是不符啊。你说呢？哎呀，有这么个房间休息，真是方便。丁探员，你刚才说想调查失踪人口是吧？走，我带你上档案室。走，来，走。你专捡这高穗喝也不嫌涩口啊。丁爷，快给郭爷换壶雀舌。哎，不用了，这高穗品尝就挺好。河里的事儿不忙吧？今儿不忙。哎呦，不忙好。丁爷还杵在那干嘛呀？快给郭爷唱个小曲儿。不了，不用了。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您上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听说你们这儿新来了个姑娘。哎呦，可不嘛，她还是官宦之后，后来家里遭了兵变，这一路上逃难逃到我们这儿来的，这不得给人家一口饭吃吗？郭爷，我跟你说啊，她呀还是个厨。要不我叫她过来陪您说说话。我说还是姐姐厉害啊，你这都是哪儿得的信儿啊？这样的姑娘都让你给逮着了。哎呀，像我们这种混江湖饭吃的人，谁都会有2、3个朋友啊。姐姐，坐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你说呗。你这儿有没有怀孕的姑娘啊？原来您好这口啊！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有个朋友，她怀孕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生下来嘛。如果是像你们这野路子怀上的呢？郭爷，不会是你啊？哎，我这不是一时兴起，没搂住嘛。哎呀，瞧你这圈子给绕的，这事儿呢好办，去鬼市找黑稳婆。黑稳婆？不过呢，我得提醒您一句啊，鬼有鬼道，自求多福。胡总管如果怪罪下来，就都推到我身上，跟你们没关系。查出我爸是怎么死的之前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少爷，咱先不管外面怎么看，您搬到义庄来住，就能查清这案子。目前来看，死孩子确实是一个突破口。郭师傅要么是真的有本事，要么一定知道点什么关于我父亲的线索。我来这说是拜师，其实是为了查案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桌上有茶，自己倒。椅子坐得还舒服吧？还行。非洲花梨，上一次出海带回来的原木，傅子流亲手打的，市面上剩不了几把。胡总管，今天来是想再跟我赌一把？以现在漕运商会的情况，实在是赌不起了。丁某去哪儿了？不是刚帮你找回来吗？又丢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这儿呢？留不留，他都有他注定要做的事情，能做到哪一步，谁也说不好。我说过了，我赌不起。
不能让丁某犯险。自从丁会长和玄武雕像一同在水里被发现的那一刻起，跟20年前有关系的人就一同进了这赌局，赌得起和赌不起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是说蘑菇道？